大家好，我是云飞。前几天小米众筹上架了新品，对，就是米家的智能音频眼镜2，这次有挺多升级的。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它的初代和悦享版，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大家也一直在催我做它的一个新的内容。大家都这么支持，我们肯定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你们看我们现在佩戴的这个就是波士顿款，还是直接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们先回到一个开箱，我们又拿到了那个小米的新品啊，就是它的一个眼镜2代。之前我们是开过它的1代和这个悦享版，然后这次它是真正的智能眼镜2。我们可以看到，首次使用需要连接充电线开机蓝牙 5.4 5伏 0.3 安。当我这次是选了这种款式啊，来看看这次它加了一些什么新的功能。还是这种壳子，但是更有质感了啊，比起之前的来说是更有质感了。好，然后这是它的充电线，这是它的眼镜布啊，还有说明书，然后是有一点味道的，我来闻一下，是有一点那种皮革的味道，这个很软啊，哇，感觉这个材质是更好一点了。然后那充电是这种传统的老式的这种充电的，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口是这样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本体。其实现在这样看起来跟普通的眼镜其实没什么区别啊，然后实际上它也是没什么区别，看起来它这一块的这个宽度是更小了啊。那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又是不能通用的。哎呦，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口是变成这样的了，哇，好细啊！然后我戴一下感觉一下啊，挺好，非常轻啊。然后我们充电开一下机，然后这个镜片只是展示镜片，我这就直接拆掉了啊，直接把它拆了，就是一个眼镜框了啊。现在来充一下电，然后咱们在这边也准备好我的手机，先直接磁吸上。它是分正反的啊，然后插上。灯在哪边呢？好，它这边弹了这个消息，发现米家智能眼镜2连接，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没有图标的一个状态啊。好，完成。看看啊，目前是直接出来了81的电，我戴上去感觉一下啊。音质是 AAC， 然后更多设置固件更新是新版本，现在目前来说是没有什么其他功能啊，但是应该是需要下载 APP， 待会儿我来下载，然后我先试一下它的音质。整体感觉啊，我现在整体感觉是还是挺轻的，就是它还是挺轻的。然后需要下载 APP 的话，我就晚点先下载，然后待会再给大家来仔细的分享一下。整体的重量是感觉更轻的啊，至少我们直接看这个镜腿，然后待会我也给大家来对比一下它和上一代的一个区别。首先还是它的外观，因为之前我都是飞行员款，所以这次我是选择了波士顿款。这次依然是有4款，其中金属飞行员和混合眉架款镜片和之前的悦享版是通用的，其他的都不通用。而镜框这回就更别想了啊，这次它最细处它是只有5毫米，所以为了做细，之前那个都不通用了，直接就焊死了一个新的结构。然后尾部它和悦享版也不一样，所以目前来说每一代都使用了不同的充电器，暂时没有啥延续性。而这次的2代因为追求轻量化，所以最细的地方它做的很细很细，重量也做得很轻。它的眼镜腿重量是24.5克，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波士顿的镜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一共是31.4克。在实际的佩戴体验上，确实会变得更舒适了，就更像一个普通的眼镜，戴上没啥太大的感觉。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铰链，这次集成在镜腿上面，叫做擎钢超弹铰链，就你们看这个大小，就确实很给力啊。而这次的核心升级就2个点，一个是录音功能，一个是支持直接唤醒小爱，这个我们待会儿来看仔细的演示。而现在我们先来瞧一瞧它全部的设置以及功能。这里我插入一下，在开箱的时候是没有小爱唤醒的，现在更新了一个新的固件，直接就有语音唤醒小爱的功能了。大家到手应该都是有小爱的版本。然后升级固件的时候需要一边充电一边升级，就目前来说啊，那么我们现在继续。
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演示它全部的一个功能啊。首先我们把它带上，一般来说这里会出现一个这个弹窗，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匹配这个镜框啊。那我们可以完成或者更多设置。我们先看更多设置，看一下就系统自带的这个功能，它里面有什么？它可以选择音质，然后可以选择更多什么固件更新、重命名，然后通话音频，这些都是非常基础。详细一点的功能还是需要进到米家的这个音频眼镜这个 APP 里面。它现在进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应该是那个钛合金款的啊，这个镜框它现在没有匹配。然后首先最重要的这个录音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通话录音、音视频录音，还有现场录音。现场录音就是现在它这里就直接点击就可以开始录了，其他的2个应该是要在通话的时候和音视频的时候。然后我们眼镜的这个内录的声音，它是直接在这里，它会分为手机储存和眼镜储存。眼镜储存的这些音频，它是可以直接转到手机储存里面的。然后这里我们注意，它这个设备储存现在已用了10%，剩余是90%，它是可以录大概2个小时的一个内录。然后连接设备管理，我是连接了一台小米15和苹果的13 mini。然后这里它可以设置优先级，它是有双设备连接的啊。然后手势控制，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就不需要我说的那么详细了啊。那之前它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长按的时候唤醒语音助手的，那现在它是已经有了这个直接唤醒小爱的这个功能。然后通知播报这个就是这边来了信息，它会直接播报一个声音啊，其他的这些我都是关闭的，只开了一个微信。但这个通知播报的话，它是需要咱们这个 APP 在线的啊。然后插上眼镜给大家看一下，它会播放声音。大家应该听得到啊。然后在更多功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双设备连接，还有隐私模式，语音控制自动待机时间，它这个默认的是立即。之前的都是什么30秒、1分钟之类的，这个立即就是我们一摘下去，它就会休眠。然后语音控制，待会儿也给大家演示。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它就是这边它会有个隐私模式，开启之后，它会切换调音风格，减少声音的外泄，就是漏音嘛，漏音控制更好。我给大家详细描述一下，我开个音频，然后开启隐私模式。其实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开了之后，它是以那个更混一点的这个低音的效果，待会儿给大家感受一下啊。然后关掉的话，它就是更清脆，然后更接近我们佩戴耳机的一个效果。这个需不需要就看大家自己，还是蛮明显的。好，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2个模式啊。现在隐私模式是关闭的，那我们开启。然后我们再关闭。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也可以感受得非常清楚啊。然后我待会儿来实际的给大家录一下它这个开启和关闭，咱们这个漏音的一个对比。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实际的演示它这个隐私模式开启和关闭的一个对比啊。现在这边的这个距离，就是离我们这个拍摄的距离是大概是50-60的样子，就是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交距离。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隐私模式给关闭，然后开启我们的这个音乐，然后声音开到最大，这个大家应该能听得到。
然后我们把隐式模式给开一下。大家应该能够比较明显的听出这个差别啊。然后我们再调到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听音乐的一个声音，差不多这样子。OK， 好，这是我们正常一个听音乐的一个声音。然后我们再把隐式模式给开一下。我这边的感觉是依然是能够听到他在听音乐，但是整个声音就听不太清，感觉是低音会增强一点，然后把其他的声音给就是混在一起一点，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佩戴检测也可以开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佩戴检测的一个校准，然后在设置这边，它是有个固件更新，还有一个重启眼镜，还有设备的一个信息。好，这就是它的全部的功能啊。就目前来说，大家需要双设备连接、录音、小爱这些功能都是全的，大家应该会想要知道它直接录音是什么效果。我这里就直接给大家录一段来听一听。我们直接长按右轻腿这边的触摸区域然后我们注意眼镜会提示我们开始录音，然后这个时候在眼镜的左侧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工作灯会开始闪，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录音了，它是有2个小时的内录储存空间，应该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然后我们在录制完成之后应该怎么导出呢？我们先把它给结束掉，结束就还是一样，就按这边的这个触控区域长按。它就会提示一个已结束。我们需要进入 APP，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录制的这个音频，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直接把音频导入到手机 APP 里面了，然后这个音频也可以直接很快的发送出去，还是非常便捷的。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它有一个音视频的录音，我们这个就直接给你们演示具体的一个效果了。苹果商店的米家音频眼镜还是11个月前更新的，所以它现在是连不上的啊。那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例，比如说通话录音和音视频录音。音视频录音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播放一个视频，那这样播放一个，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音视频录音了。然后它现在录制的就是我们眼镜里面播放的这个音频，那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大家应该明白了。然后就是在这里，那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它也有通话录音，直接在 APP 里面开启即可。然后这个通话录音是这样啊，拨打系统电话或者网络电话的时候实时录音。就比如说我们在拨打一个网络电话，好，我们是小米的话，它这里是可以设置这个，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那就可以去这里面。现在就可以开启一个通话录音，这个时候它会提醒我们一下开启了通话录音，然后这里就会有这些通话录音的这些功能就有了，直接可以实时的保存这些记录，这点还是非常棒的啊。当然像普通的这个电话也都是可以的。这是它最实用也是最大的更新，你们可以给这个更新打个分。这个对于职场的打工人来说，或者一些特殊的使用场景，就确实很有用且很方便。那么第2大功能就是终于和 AirDots 3 Pro 一样，可以直接唤醒小爱了啊！希望后面可以支持热时啥的，这个其实就非常好理解了。我也给大家直接演示一下实际的一个使用。就我们现在人在外面，然后咱们的小米15在里面，然后我们现在来录制一下咱们这个语音唤醒的一个过程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唤醒它，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今天我这边的天气怎么样？
那我家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帮我把工作室所有的灯都给关掉。还是非常棒的吧？这个效果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这个应该是可以戳到你们的心了。那么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最常用的音频的功能吧。看看这一次它的表现对比之前的2款会如何。你们觉得如何？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呗。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麦克风，就很贴合实际的生活，而且也可以直接录声音，这点苹果设备就很香，直接用 Pro Movie 软件就可以做到把麦克风切换为米家的智能音频眼镜2，在录制的时候还有反听的功能。而对于这款新的眼镜2代，我感知是好看好戴，它的重心更多是分布在耳廓上面，前端基本没什么重量，这就使得佩戴起来会比较的舒服，就基本没有什么重量感。而在日常的生活使用里面，它的音质是肯定比不过我们传统的耳机的。但如果你是近视用户，那么请你放心，只要你不是非常追求高音质，它可以让我们使用的比较爽。首先就是你佩戴的它几乎没有什么声音露出了，都是直接从眼镜里面发出。看个短视频啥的就不需要太在乎音量了，然后就是骑电瓶车导航啥的，再也不用把声音开到最大了，导航就直接在你脑子里面，音乐啥的就更别说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着。而且这次它的策略是改成了只要摘下眼镜它就休眠，所以如果你用的不多，续航那是嘎嘎的长，比起之前来说应该是会有明显的提升。然后这次不是体积更小了吗？但最近1年的电池技术也都提升了，所以电池的电量总量它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在实际使用方面，高强度的话可以坚持一个白天，如果你是眼镜党，应该是可以2天左右充1次电，用的少的话可能可以达到1周，这个就看实际的使用了。而录音方面，我目前使用的场景有限，暂时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场景。而小爱方面是可以很方便的，调用手机的小爱，这点控制家电，问点啥东西还是很方便的。然后有小米汽车的话，还可以直接控制，这个我没有，就只能羡慕了啊。我实际用下来就这些体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这次众筹也是直接一次性都卖光了，没有买的话可以再等等首批用户的实际体验，到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分享，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一些看法吧，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最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一视频再见。